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65章，套路的胜利。暗影主宰血量越来越少 ，Quake 战队的输出非常恐怖。杨玉环持续提供伤害，赵云的务攻已经提到了很高的水准，旁边苏烈强化普攻更是输出惊人，暗影主宰的血量急剧下降。就在此时 ，Tiger 的嬴政释放了3技能 ，Prime 战队动手了。虽然之前一波团战他们直接死掉了3个人，但剩下的嬴政和百里守约全部都是全程输出高手，嬴政的一波大招，百里守约的一发狙击都有可能抢到这条大龙。但现在 Prime 战队百里守约的眼位被刘邦反掉，这让 Prime 战队抢龙的难度凭空加大。而嬴政扫射的时机给的稍微早了一些 ，Quake 战队正好利用嬴政的大招来继续打掉暗影主宰的血量。但当暗影主宰马上就要被击杀的时候 ，Quake 战队的刘邦很有意识地走到暗影主宰与嬴政的中间去扛了一下伤害，挡掉嬴政的飞剑。现在嬴政的大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无法击杀刘邦，所以刘邦有恃无恐。Tiger 看到自己抢龙失败，连忙对苏哲道：“长哥，看你的了。”苏哲的百里守约连忙调整姿势，准备抢龙。这一发狙击虽然没有嬴政的大招输出强大，但也并不是没有抢到龙的可能。不料就在此时 ，Quake 的赵云和苏烈同时开始走位，这2个人的走位非常精妙，几乎是封锁了 Prime 战队抢龙的全部方位。精彩，芊芊由衷赞叹 ，Quake 战队的这一波走位很精妙。刘邦、苏烈、赵云3个人将暗影主宰的3个方位全部挡了个严严实实。长哥想要从这样的人群之中抢龙可不容易啊。剑南则摇头叹道：“不是不容易，是根本不可能。别看暗影主宰看起来那么大，但是真正的计算体积其实很小。3个英雄已经足够将暗影主宰挡死了，除非长歌的百里守约飞到杨玉环那个位置，否则这一枪是不可能抢下了暗影主宰的。”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，百里守约一枪出去打中了 Quake 的赵云。Tiger 撤退。苏哲连忙说道，这个时候再不撤退，那么 Tiger 的嬴政就很有可能偷鸡不成反10米了。我们看到这一条暗影主宰还是被 Quake 战队收入囊中。Quake 战队的这波操作非常漂亮，先是团战1换3击退了 Prime 战队，又成功拿下了这条暗影主宰。而且比赛已经进入第15分钟了，这意味着比赛已经进入了后期。谁都知道杨玉环在后期的发挥是非常恐怖的，这让 Prime 战队反制 Quake 战队又变成了不可能。Prime 战队这边气氛也非常的尴尬，大家都明白这场比赛想要赢已经很困难了，因为之前的2波团战证明，想要秒掉 Quake 战队的杨玉环几乎是不可能。而且别说是杨玉环，赵云、苏烈、太乙真人、刘邦，这5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省油的灯，想要秒掉谁都是一件类似于天方夜谭的事情。接下来的团战注定越来越难打，因为 Quake 战队的阵容越来越肉，同时杨玉环在后期完全可以走纯输出核心的路子，一场团战下来，杨玉环的持续伤害绝对不亚于嬴政。看着屏幕，苏哲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无力，这与个人能力无关，与团队配合也无关，这主要是套路的问题。如果今天 Quake 战队赢了，那么完全是套路的胜利，而 Prime 战队的失败则是套路的失败。前2局的势均力敌，逼出了 Quake 战队的杀手锏，而杨玉环这位英雄也将成为 KPL 春季赛最大的黑马，只要有他出场的比赛胜率定会居高不下。很快 Quake 战队带着一波主宰先锋推了上来， Quake 战队的推进用的还是最简单的方法，4-1分推，刘邦独自牵制一路，剩下的4个人推另外一路。 Prime 战队根本不敢走出去迎战，因为带着暗影主宰的4-1分推很轻松就可以拿下一条路。现在 Prime 战队很难受了， Quake 战队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比赛到了这里，
基本上每个人的装备都已经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去进攻防御塔，防御塔是根本扛不住的。剑南道，没错，这个游戏终究还是个快节奏的游戏。基本上到了15分钟之后，这些英雄推塔就是几下的事情。另外，我们看到在拿下了一条暗影主宰之后，再给我吹到了。Quake 战队的经济领先优势也已经起来了，现在两队的经济差距有点大 ，Prime 再想正面冲突的话很难了。芊道 ，Quake 战队毕竟在后2次团战打出了2波顺风，同时还有太乙真人这台印钞机。太乙真人现在的经济在 Quake 战队甚至都比刘邦要高，而且高于 Prime 战队中除了百里守约之外的所有人，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Quake 战队对 Prime 战队的经济优势已经到了碾压的级别。很快上下2路2塔都被破掉，中路的主宰先锋也在自己破塔。Prime 战队退守高地，在上路逼团，下路我去清理兵线，你们上路先拖着别打。苏哲说道，随后百里守约利用被动的快速位移往下路跑去，但刘邦这家伙在下路用肉身保护着主宰先锋，同时第2条主宰先锋也已经在路上了，想要清理兵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上路 Prime 战队虽然想要拖延，可惜 Quake 战队没有拖延的意思，在兵线靠近防御塔的时候，太乙真人直接一个强势的闪现一技能先手开团，命中白起和杨戬2个人， Prime 战队被打了个先手。同时苏烈扛着大棒子就往高地里冲来，这家伙准备一下震飞所有人。越塔墙上啊， Quake 战队准备越塔墙上。剑南沉声说道，这一波打得非常的激进。话音未落， Prime 战队的雅典娜绕后往杨玉环的位置上突进过去，但 Quake 的杨玉环其实打得一点不怂，居然开始走位上前了。这时旺财的白起从眩晕状态下清醒过来，直接给出大招反先手。雅典娜也看准时机冲上去，目标就是 Quake 战队的杨玉环。偏偏这个时候杨玉环开大了，无法选中，凌空而起的杨玉环处于无法选中状态，躲过了白起的大招和雅典娜的冲锋。Prime 战队的突进没有打出效果，反倒被 Quake 战队带了节奏。杨戬企图打出伤害，但这个阶段杨戬的输出其实已经有点吃力了。苏烈和赵云2个肉坦扛在前面，顶着防御塔的攻击直接拆塔。在白起的大招结束之后，苏烈和赵云以最快速度拆塔，防御塔瞬间被推爆，随后 Quake 战队才转身反打。扛塔并且承担了杨戬、雅典娜最多伤害的苏烈马上被打出了复活状态，同时继续承担 Prime 战队的输出，但他身边就是太乙真人，太乙真人马上就可以给他提供第3条命。不仅如此，拆掉了高地塔之后， Quake 战队更是做出了令人震惊的行为。杨玉环身上忽然亮起了复活光环，赵云身上忽然亮起了复活光环，复活甲。凭着这一波防御塔的经济， Quake 战队居然有2个人在这个阶段打出了复活甲，再结合苏烈的复活、太乙真人的复活，这波团战 Quake 战队看起来准备直接推下水晶了。啥呀？小心啥呀？差点没了，还能双。翻过99页诗篇，穿过99场烟雨。你啥段位啊？你能来吗？你那段位。很强大哇！尊名响声。这叫我打游戏。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，大招集好了。强，又见面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大招集好了。曾见过一个和我很像的姑娘。别他妈拉我，拉过去就死。星耀，看看待会儿能不能玩吧。
没闪。因为闪还是挺好的，但是都没杀的。24桥的月亮，又照着谁的心事，写作无字诗行。跟我来呀！露露跟他一个人打多少个？没了，不是手期限。为什么呀？他一会儿这么迷。回忆像诗行，我踩着韵脚走向远方。此处风景不如同去。笑笑姐要来，咋办？来就行了呀，他打辅助吗？应该是。那打双单去，那么一个女上打他辅助。如果他喵了我。跟我来呀！回来！小西施让你回来，你就得回来。你觉得他除了打辅助，他还能玩啥？你让他打野吗？你们两个打我去那个啥，我去哄对象去。啊？我去哄对象去，他刚叫我打游戏。我打表现分的忙着呢，不打。哦，那你跟他去打吧，我跟夏老板玩。笑死我！曾见过一个和我很像的姑娘。哎呦，我操！开始撤退。终于打边路，你边路只要敢带线，你就敢没。这是什么大呀？啊？这应该是什么大？让他闭死了。回忆像诗行，我踩着韵脚走向远方。播了吧，属于我要拉就行。24桥的月亮，又照着谁的心事，写作无字诗行。没了，我操！翻过99页诗篇，穿过99场烟雨。啊，这空了，吓死！有病啊！这都要抢，还有名刀好像。跟我来呀！左边我可以打，左边。那狗鱼我按动了，我跟你讲。先把鱼杀了，这鱼兄弟。开始撤退。开始撤退。他们觉得我伤害很低，在那嘻嘻哈哈的。你说曾见过一个和我很像的姑娘。
翻过发起进攻，穿过90场烟雨，发起进攻，啥玩意儿呀？这么肉吗？我他妈要一个异技能给跳塔里面去了，就从那里穿过去了，我就很郁。你大呢？拉着他了吗？你那我不是预判，我不是提前一技能放完之后我就把他给放了呀，然后就直接放墙，直接要放墙那边去了。你想啊，我一技能跳过去了，我一拉岂不是把他直接拉墙里面？人家走不回去了，他把人家送回去了。露露的操作我确实是没看。墙，请求集合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请求集合，我有操作，上次我有操大招作已经好了，你有什么操作呀？非理性。发起进攻，游戏结束我才把这个大叔整出来的。这个人物没有伤害啊？